亲爱的朋友，搜词风云是专注于分析和讨论那些引起台湾大部分网民关注的关键词和事件，从科技新闻到娱乐八卦，从社会事件到经济动态，无所不包。加入我们的频道，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些话题背后的故事，洞察时代脉搏。我们的视频分为5段，分别为排名前5的台湾热搜词，你可以在进度条上看到段落标签。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请点赞支持，谢谢观看。Hot Search 1。台湾这个宝岛，因其独特的地理和气候条件，水资源一直是居民生活和经济发展中极为重要的一环。近年来，由于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台湾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水资源挑战，例如季节性降雨不均、极端天气事件的增加，以及长期的干旱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农业生产，也对城市的水供应系统构成了压力。近期，台湾多个水库的水位因季节性和人工增雨等因素而有所改善，这一消息迅速成为了热门话题。例如，石门水库通过人工增雨成功增加水量，以及曾文和南化水库在封面通过时雨量大增，都显示了台湾在水资源管理方面的积极努力和挑战。此外，水库的水位变化直接关系到台湾居民的日常生活，从饮用水到农业灌溉，再到工业用水，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受到影响。因此，台湾民众对水库水位的关注度极高，相关的新闻和更新成为了热搜内容。然而，这些努力是否足够？在面对未来可能的更极端的气候变化时，我们的水资源管理策略需不需要做出更大的调整？普通家庭应该如何参与到水资源的节约和保护中来？我们每个人又能做些什么来应对这一全球性的挑战？这些问题值得每一个关心生活质量和环境可持续性的人深思。请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帮助网友了解我们都应该努力追求的普世价值。Hot Search 2。近期，台湾多地频繁出现的豪雨特报不仅上了热搜，更成为了居民紧急关注的话题。这些豪雨警报对于台湾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从日常生活的摆布到经济活动的直接影响，无不牵动人心。首先，频繁的豪雨影响了交通运输，尤其是公路和铁路服务，常常因为安全考虑而取消或延迟。此外，农业损失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台湾的农业依赖于稳定的天气模式，而豪雨往往导致作物泛滥或病害爆发，影响农民的收入。在城市中，排水系统的负担显著增加，低洼地区常常面临洪水威胁。这不只是一个清理现场的问题，长期来看，频繁的洪灾可能导致房地产价值下降，影响市民的生活质量。而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豪雨特报的频繁出现，反映了更大的气候变化问题。随着全球温度的升高，极端天气事件如强降雨将可能变得更为普遍。这不仅是台湾面临的问题，全球许多地区都在经历类似的挑战。那么，这一切对于普通人意味着什么？当你听到豪雨特报时，你会做出怎样的准备？你认为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应对这样的极端天气事件，以保护我们的家园免受未来可能加剧的天气影响？让我们一起在评论区分享想法，寻找解决方案。Hot Search 3。青鸟行动成为台湾热搜词，反映了台湾社会当前的政治敏感性和公民参与的热情。这个词汇不仅仅是一个标签，它代表了一种民众直接参与政治过程的方式，尤其是在对抗感觉到的不公和法律的不透明操作时。2024年5月28日，超过10个县市的民众走上街头，反对国会职权修法。这场运动之所以能迅速升温，与台湾深厚的民主根基和高度的政治敏感性不无关系。台湾的公民社会一直活跃，民众在政治议题上保持高度警觉与参与度，这种环境孕育了青鸟行动的迅速崛起。但为什么这次的青鸟行动会特别引人注目呢？可能是因为它触及了一个核心问题：公民的政治参与权和透明治理。在台湾，
任何涉及这两个领域的争议都能迅速激发公众的强烈反应。此外，这场行动的组织方式和传播策略也非常现代，广泛利用社交媒体平台进行动员和信息传播，这使得信息能够迅速扩散，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然而，这种高度的政治动员是否真正转化为政策变革？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是否能感受到政治行动带来的直接影响？这是每一个台湾民众都可能问自己的问题。而这样的问题，也正是推动更多民众关注和参与政治过程的原因。你觉得，作为普通人，我们能通过参与类似青鸟行动的活动，真正影响政治吗？请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帮助网友了解我们都应该努力追求的普世价值。Hot Search 4. 最近，台湾政界发生了一件引人注目的事件，民进党的干事长吴思瑶在立法院过生日，而立法院长韩国瑜突然祝他生日快乐，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这不仅是一个简单的祝福，更是在台湾紧张的政治氛围中一股温暖的空气。这一行为迅速成为热搜话题，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吴思瑶不仅因其政治立场和活跃的议政活动而闻名，他也因其在推动台湾民主和国会改革中的努力而受到敬重。他的生日愿望是希望台湾的民主长存，这不仅反映了他个人的政治理念，也折射出台湾社会对民主价值的普遍渴望。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吴思瑶选择和台湾民众一同庆祝和奋斗，显示出他与民众的深厚情感和坚定立场。他的这一行为和他在政治场合的表现，使得他成为了台湾年轻一代中的政治偶像。然而，这样的热门话题背后，我们不禁要问，在台湾这样一个政治多变的环境中，普通人如何看待国会中的这些互动？当立法院的门户战争日渐激烈，吴思瑶这样的政治人物的温情一刻，能否真正成为推动台湾政治文明对话的契机？普通民众在这样的政治漩涡中，又能扮演怎样的角色？请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帮助网友了解我们都应该努力追求的普世价值。Hot Search 5. 近期，国土计划法成为台湾社会各界讨论的热点。这部法律旨在规范和指导台湾的土地使用，确保土地资源的合理分配和有效利用，从而支持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但为什么这个话题能够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和热议呢？首先，土地资源的管理直接关系到民众的生活质量和经济福祉。国土计划法的实施，意味着政府将拥有更大的权力来决定土地的用途，这可能影响到农业、房地产开发、环境保护等多个方面。例如，法律中对农地的严格管控可能对农民造成直接影响，限制他们对土地的使用，这在农业重视度高的台湾尤其敏感。其次，随着台湾面临城乡发展不均、环境保护压力增大等问题，国土计划法成为一个工具，试图通过顶层设计来解决这些长期而复杂的问题。这种大刀阔斧的改革自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不同利益群体对改革的利弊进行了激烈的讨论。然而，法律的推行并非没有争议，批评者认为这可能限制地方政府和个人的自主权，对经济活动产生抑制作用。支持者则认为这是实现长远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步骤。那么，普通人在面对国土计划法时，可能会遇到哪些具体的问题呢？例如，如果你是一名农民，新法律将如何影响你的耕作权利和土地使用？这些问题的答案能帮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国土计划法的影响。请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帮助网友了解我们都应该努力追求的普世价值。